Hello，欢迎战战，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来吧，请坐，请坐。好，那我们先请战战跟各位好朋友先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力时品牌代言人肖战，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真力时计时大师的活动现场。欢迎战战，也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哈，最近忙一些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最近主要还是在剧组拍戏，对，以拍戏为主。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是春天了嘛，然后大家也都在计划出游踏青，来享受春天的美好时光。那正好呢，我们也看到战战今天佩戴的这款全新的旗舰系列全力腕表，那经典时尚的这个熊猫盘，还有这个高振频的全力和月相功能是相结合的这款腕表。没错，有高复杂的功能，同时外观也很有设计感和辨识度，很多场合都可以佩戴。对，非常的好看。而且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计时大师，所以想问一下战战，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大师？大师的话，我觉得首先是要在自己的从事的领域里面有极致的热爱和执着。那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人才会被称为大师。那我觉得还需要有创新和开拓的精神。说得非常的好，谢谢战战的分享。就像战战刚才说的，专注于自身领域有非凡的成就，并不断的进取和创新的人才能被称为大师。那就像我们的真力时作为计时大师，自1865年诞生以来，就在高频计时领域不断的精研，致力于挑战和突破精准计时的界限，精度达到了1/10秒，甚至100%秒。那相信战战跟我们真力时合作的这些年，那对品牌有更深入的了解。那你觉得真力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我觉得真力时是一个有匠心底蕴和开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品牌。不光是在计时的精准度上不断的深耕，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有创造力的设计。没错，就像战战说的这些，我相信也是大多数朋友喜欢跟选择我们真力时的理由。而且腕表作为时间的容器，那不光是可以作为百搭的单品，那也一直在陪伴跟见证大家的每一个关键的场合、关键的瞬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邀请战战跟我们一起来逛一逛，然后也去看一看那些跟真力时有关的这些关键瞬间，好不好？走。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一起移步到我们的时间长廊这边，有请。这边呢就是我们真力时的时间长廊。我想问一下战战，对于我们这个历史性的内容感不感兴趣？非常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我们希望今天在真力时的时间长廊，战战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哈。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关于我们 Zenith 的这个名字。好，我们的这个名字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真力时是在1865年在瑞士的利洛克创立的腕表品牌，但是在品牌创立之初，并不是叫 Zenith 这个名字。这个我知道啊。真力时这个品牌名呢，是在1911年确立的。没有错，不愧是我们的代言人哈，功课做得非常的足。那确实呢，1865年在品牌创始人乔治斯·法福尔·杰科特的推动下呢，在瑞士的高级制表界的一个最具有前瞻性的制表工坊诞生了。那我们的创始人构想出了一个天才的理念，将制造腕表所需要的所有的工艺与技术汇聚在了同一屋檐下，奠定了现代高级腕表纵向一体化的制作模式。那这个听起来很像现在所谓的头脑风暴。没有错，可以这么理解哈。那早在我们的1899年，制表厂呢便推出了我们首款计时怀表。那1年之后，在巴黎的世博会就喜获了金奖。1911年，我们制表厂正式的更名为真力时表厂。那它的寓意呢，也是天空的最高点，象征着真力时对精益求精这一个最高标准一直不懈追求。原来真力时才是用真实和高超的技艺、有力量的设计来雕刻时间。是的，没有错。哪怕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经意的抬头的瞬间，也有可能是灵感迸发的时刻。所以我们所熟悉的真力时，也正是由这些经典的时刻来凝聚而来的，才成就了现在的传奇。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章这边。这个呢，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Air Primero 的星宿机芯的故事了。那这就一定要提到1969年啊，这对于真力时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 Air Primero 机芯正式面世，而且就像它的这个名字，西班牙语的翻译呢是第一。
它将自动上链和计时功能相结合，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创造了制表史上首款高振频自动上链机芯，而且40多年来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而且我还了解到，当时世界上有几个品牌同时在研究这同一技术，但是真力时是最早推出的，可以说是一代明星了。谢谢我们战战的补充。当然，我们要感谢当时的制表师们，通过天赋型的创造力，将这款传奇机芯带到了我们的面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故事，是关于石英危机的。来看这边。我们第3个故事也是跟历史有关的而且这个故事和真力时的历史是息息相关的。是的，在这里我们要向还不太了解真力时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图上的这位先生呢，叫做查尔斯·维尔默。他是我们的制表师，也是真力时历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当时在石英表冲击下呢，真力时的控股公司是做出了停产机械机芯的这么一个决定。那查尔斯·维尔默是违背了上级的命令，将生产机械腕表所需要的图纸、零件还有制造工具藏在了制表厂的阁楼里头，使得我们真力时的制造机械机芯的独特技艺免遭摧毁。那我们真力时才能在之后重新开始它生产这个传奇机芯的故事。是，其实我每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被这个制表的匠人那种使命感跟信念感所打动。他们真的是一生忠于一件事的人。是的，战战总结得非常的好。如果没有我们制表师的执着相信，并且守护住机芯，也不会有现在一直与完美赛跑的高振频计时之王。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向大师们致敬，向前辈们致敬。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不如我们就去到一个特别的空间，去体验一下这款星宿机芯，好不好？走。那我们马上要去到的就是时间实验室，来这边有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真力时的时间实验室。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过，真力时精准的计时呢，能够将每1秒的时间都切割成100份，让我们感知到生活当中每一个微小的瞬间。那而想要将这些瞬间可视化并展示到我们的面前，那就需要靠我们制表师的巧手匠心。那我们想问一下战战，你觉得制表师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其实之前有体验过一次。对，我觉得需要极度的耐心，然后还要非常的专注。最重要的是很热爱这份工作。总结得非常的好。确实，我们腕表的每一个小细节的这个部件都需要精心的打磨，齿轮跟齿轮之间的这个排列运转呢，也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尝试才能够完成的。所以耐心跟热爱与专业度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真正的计时大师。他们就是真正的计时大师。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来到了实验室呢，不如我们也一起来考验一下战战，看一看战战够不够细心，有没有这个制表师的潜质，好吗？没问题，没有问题。真金不怕火炼。那战战，我们看一下这里，那这个就是我们真力时3600星宿机芯的模型。3600表示百伦尤斯的振频是5赫兹，那市面上能做到5赫兹的计时码表就非真力时莫属了。那么今天战战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这里就是我们制表师在平时工作当中会用到的这个投屏镜我看到这里面有一些机芯零件，难道这个挑战跟这些零件有关系吗？答对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个放大版的这个机芯模型当中来挑选出几个零件。我们要请战战使用投屏镜，然后从面前的这个零件盒子当中来找出相对应的零件。我就现在这么用肉眼看啊，我觉得这些零件其实都非常的相似，所以还是挺有难度的，还是有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是，因为它都非常的细小。那刚才我们既然讲到了计时呢，其实我们必须提到这个控制计时开关的重要零件，就是我们的导柱轮，还有我们的离合结构，就是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就叫做导柱轮，然后这个有点像镰刀形状的呢，它就是离合结构。是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请战战找出这2个零件哈。那我们现场呢也有这个实时的反送的投屏镜的画面哈，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战战到底能不能找得出来。好，来。哇，非常专业。我们选一个镊子，
先找这个导柱轮，是一个蓝色的齿轮形状的。蓝色的话，这里面有2个，它很明显，在这里应该是它了。看看站站拿镊子这个姿势就非常的专业。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离合结构，它看起来比较像一个镰刀的形状。对，那镰刀的形状呢，有1、2、3、4、5、6、7，哇，好多。所以你要排除法。我再仔细的看一下。对，它下面还有2个齿轮。是的，那应该是它了。哎，完成。所以这2个零件呢，我们的导柱轮跟离合结构，其实它就是我们计时的控制中心和开关。所以站站找的对不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对吗？对吗？应该是对的吧。对比一下这个蓝色的齿轮，还有我们的这个离合的形状。真的很厉害。对，因为这些零件的尺寸真的很小，但是从这个投屏镜下看呢，它又很精细、很精巧。对，所以在找这个零件的过程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制表工作的精密和严谨。是的，而且刚刚我们通过站站的体验的过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真力时星宿机芯的精细和考究。从整体的机芯模型来看呢，每一个齿轮跟零件的排列都有严密的顺序。我们放大版的这个星宿的机芯能够直观的显示我们的计时功能。接下来我们要请站站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好不好？没问题。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表冠了啊，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是表冠，然后这里有一个我们计时的开启键跟暂停键，然后这里有一个复位键，一会儿呢我们要请站站来按下这个计时的开启跟暂停键，我们的机芯当中的这个2部分就会处于咬合的状态。我们先请站站来摁一下它的这个开启键，摁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导柱轮跟离合结构咬合在一起了，对，所以它就可以正式的来运转了。现在是已经开启了状态，现在已经开启了，所以它这边已经咬合，齿轮也已经咬合了。那接下来我们请站站来转动一下我们真力时的5芒星，对。然后站站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镜子，好，没错，我们的计时的这个秒针就开始转动了哈，中央计时的秒针就开始转动了，我们是10秒是1圈，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但我觉得可能看我们现在给大家也看一下，对，可以更直观的看一下，把它转过来，好不好？转动一下，对，转过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然后我再拨动一下这个5芒星，对，5芒星一拨动，你看它就已经转动起来了，是不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我们是10秒为1圈 ，OK， 那接下来我们请站站再把它转回来，给大家按下这个。好，那我再把它翻过来。对，翻过来，再摁一下我们的暂停键。OK， 哎，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离合就已经跟我们的齿轮松开了，对，就已经分离了。那我们的计时呢，也就瞬间停止了。它就仿佛是我们计时表的大脑哈，来控制我们计时功能的启动、停止，让时间可以随心的切割与暂停，甚至是可以重启。在每次我们按键当中，可以变得极有仪式感，还有操纵感。真的是机械感满满啊！所以不管是1%秒还是1/10秒，它都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还代表着技术背后制表师们灌注的心血和时间。确实，这也就是这样的严谨和匠心，才能制作出这一块又一块极具创造力的真力时腕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不如我们就来看一看真力时的腕表，也来感受一下在星宿机芯的加持下，我们腕表的至真魅力。期不期待？接下来非常期待。好，那我们就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我们的腕表。那现在我们看到桌上的这2款，还有站站手上的这款旗舰系列全力腕表，就是真力时最新推出的作品了。那我们桌上的2款呢，分别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Defy 系列的天际计时腕表，还有我们的旗舰运动珍藏腕表。那为了方便大家对不同的腕表款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呢，我们在这里也准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环节，要来请站站跟我们一起来完成。没问题。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后的挑战。我们看到站站的身边有一个道具的表盘，它非常的特别，站站可以观察一下。确实很特别，它除了非常的大以外，好像这些指针都是可以拨动的。还真的是可以的。对，所以一会儿我们的挑战呢，就需要站站来拨动
这个指针，好不好？那并且呢，我们在桌上还有一些跟春天出行非常热门的这个相关的场景词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出这个春季出行的热门场景，那邀请站长为我们来挑选出最适合在这个场景佩戴的真力时的腕表。那我们还要根据时间来转动这个表盘上面的指针，来开启一份直观清晰的春季出游的搭配指南。没问题，试一下吧。试一下吧，好不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词条，是露营赏月。露营赏月，那它对应的时间应该是晚上的21点整。那就是晚上的9点。晚上的9点。好，所以我们请站站把我们的表盘拨到晚上的9点这个时刻。OK， 有居中吗？应该有吧。那春天的这个时间呢，凉爽惬意。这个时间约上朋友出门露营，或者是自己在家中赏月，确实都是一个消遣夜晚的好方法。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站站来匹配一下腕表，你觉得3款腕表哪一款最适合我们这个夜晚露营赏月？我来看看啊。仔细的观察一下。对，3款有不同的特点。刚好，我手上的这一块旗舰系列全力腕表，它就有一个月亮在上面。它具备的是月相显示功能，可以让大家抬腕就能赏月。而且用的是银白色熊猫盘来搭配春天露营或者是夜晚赏月，时尚又有运动感，是很不错的选择。没有错。值得一提的是，全力腕表是真力时唯一配备了月相功能的高频计时码表，可以说是品牌过去55年在制表领域的深厚积淀的结晶。从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开始，我们就对月亮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探索，而月相显示窗就能把月亮的阴晴圆缺很诗意地展示在腕表上。没错，而且月相功能也能够在夜晚给大家带来暖心的陪伴，而且从表盘上的月相就能感受到宇宙潮汐的运转，既美观又神秘。真的听起来非常的浪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第2个时间。第2个时间应该是早上10点钟。我们先请站站把我们的表盘拨到早上的10点钟。好的。非常严谨。我们看一下早上10点对应的场景是什么呢？Coffee time。所以 Coffee time 应该是要有怎样的心情？我想一想。早上10点的话，那无论是自己一个人在家，还是出门跟朋友一起，都很不错。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搭配一款腕表，你会选择哪一款？早上10点出门，无论是通勤还是跟朋友一起聚会的话，这块吧。这一块 Define。对，这一块 Define 天际计时腕表，它有高频计时功能，很实用，而且戴着它也能彰显气质。这款也是非常的好看哈。所以站站要不要为我们上手试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款腕表，非常的好看。没问题。那同时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使用 Define 天际计时腕表的高频计时功能，制作一杯风味独特的手冲咖啡，其实在家里就能享受一段悠闲的咖啡时光。而且就算是你约上商务伙伴来佩戴上我们的 Define 天际计时腕表，也可以彰显出个人的气质。可以让我们的代言人站站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上手之后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好看？没错，因为它有计时功能，还可以带着它去吃火锅。对，这个脑洞可以打开。因为你在涮火锅的时候，不同的食材呢需要煮不同的时间，你就可以用它来计时。我们来试一下，没问题。比如说我们吃火锅，我们涮毛肚，毛肚一般这个8秒、10秒钟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秒，那10秒好了，10秒好了，刚好1圈。来给大家看一下，10秒计时，2、1，开始。涮毛肚，哇，它1圈其实就是涮10秒，涮。好，马上到达10秒钟。OK。毛肚涮好了，所以大家戴上我们的 Define 的这个腕表，吃火锅的时候呢，也可以开启一下这个功能哈，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个玩法呢也很有创意，所以我们的 Define 天际计时腕表呢还配备了同色系的橡胶表带，更加的休闲，还有运动，也很适合像刚才站站说的这种火锅局的时候来佩戴它。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最后一个关键的词条是什么？看一下吃完火锅，仪式感。
它对应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来到晚上的7点钟，19点。OK，再辛苦一下战战，把我们的指针拨到晚上的7点。OK，非常的精准准确。OK， 那晚上7点这个时间呢，去享用一顿有仪式感的晚餐，或者是跟朋友一起聚会，都非常的不错。确实非常的不错，而且很有仪式感哈。所以战战，你觉得仪式感适合这3款哪一款腕表？其实我觉得都挺适合的，但是相对来说的话，还是这一款可以佩戴这一款旗舰运动珍藏腕表。怎么讲呢？更加的尊贵耀眼可以用于需要体现个人特色的高光时刻来佩戴，能够凸显自己的风格和态度，更能表现出对这个仪式的重视。没错，我们这一款看上去就很与众不同，它的风格非常的独特。那在重要的场合，它既醒目又能彰显个人的身份，而且它很有辨识度。我们非常感谢战战为大家提供了这个春季搭配的指南，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赶紧码住来开启属于自己春季出行的搭配。所以我们要谢谢战战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今天我们不光是体验到了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还被种草了我们真力时的腕表作品。那更重要的是，跟战战一起感受了我们真力时腕表背后凝聚的机械科技和匠心底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真力时也将一如既往的坚持以心为梦，与真同行的品牌理念，以高超的精准度镌刻时光。那在活动的最后呢，我们请战战为我们所有屏幕前的小伙伴来送上一句祝福吧。好，那我就祝大家一抬头就能看见星空，每一秒都能邂逅美好。也希望大家能在筑梦摘星的路上，勇往直前，突破自我。勇往直前，突破自我。谢谢战战的祝福，我们也希望战战能够继续的跟真力时携手，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瞬间。好的，那要再次的感谢战战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期待下次再见，好不好？期待下一次再见，拜拜，谢谢，下次再见，拜拜，保重保重。